加德满都有狭窄的街道、老旧的建筑、拥挤的人群，还有神秘古老的寺庙，整座城市极具沧桑感。奇异博士的影片激起了不少人想去加德满都旅游的想法，似乎在市井之间真的有能够学习法术的卡马泰基。然而事实却很残酷，卡马泰基是没有的，有的只有被生活艰辛卡住脖子，马上就要活不下去的人和犯罪率太高，遍地都是鸡的贫民窟。尼泊尔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贫民窟，光是加德满都就有大大小小80个贫民窟，约4万人生活在这里。粪水垃圾铺满街道，影响着平民的健康。黑暗之中滋生犯罪，侵害着平民的生命。无休止的剥削压迫，是昏暗迷茫的未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尼泊尔贫民窟，揭露那些不可言说的阴暗和罪恶。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部，北边临近中国，其他3面则是被印度包围，国土面积只有14.7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中国辽宁省和安徽省那么大。根据2023年人口统计，尼泊尔有3059万人，差不多是黑龙江省的总人口。但是拥有差不多人口的尼泊尔，人均 GDP 却只是黑龙江的1/5。尼泊尔是农业国，经济很落后，是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近70%，主要耕作稻米、玉米、甘蔗，好一些的经济作物有茶叶和烟草。尼泊尔的工业就像扶不起的阿斗，机械化水平低，规模也小，只能以轻工业为主，比如制糖、纺织、砖瓦生产等。自家的经济跟不上，也就只能靠国际援助。尼泊尔每年有1/4预算支出来自国外的援助，包括但不限于无偿的捐款和贷款优惠。世界银行、亚洲银行、中国、美国、英国都有支援过尼泊尔。国家经济不行，人民就生活的水深火热，所以尼泊尔盛产贫民窟，全国有贫民窟大约几百个。在通俗意义上，贫民窟指的是最差的住房质量和最不卫生的环境，这里也是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在尼泊尔，人们居住的地方被划成贫民窟的定义很简单，那就是非法定居区。在非法定居区居住的人对脚底下的土地没有合法所有权，尽管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并不少。在加德满都，大多数贫民窟都在城市边界的河岸上，比如从北向南流经加德满都西边的维斯努马蒂河以及巴格马蒂河，也有部分贫民窟在远离河岸的郊区。但无论是哪个城市哪个贫民窟，他们的环境都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点是房屋老旧破败，多是自建而成，贫民对土地没有所有产权，也没有负责规划贫民窟住建的部门，所以这里的住宅建筑就很随心所欲了。贫民窟的棚屋多是单层，面积很小，只有1、2间房，好一点的房子还是用砖块搭建的，但砖块也只是劣质的砖。再次一点的房子则是用泥土堆砌，最差的房子用的是波纹板、铁皮和塑料布，围起来再加上几根竹子做承重就完事了。整片区的人都随心 DIY， 相互占地，这就导致贫民窟的建筑排列并不规整，房子和房子之间间隔很近，流出的过道很狭窄，密集的人口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居住着。第二点就是卫生环境很差，贫民窟人均有囤积癖，从各处捡回来的垃圾废品堆放在房子里。贫民窟的居民会将生活垃圾随便扔在河岸边。贫民窟中只有58%的住户家中有厕所，当然这个厕所也比较简陋，不是尿桶就是屎盆，所以每天的尿水粪水怎么处理呢？要么打开门口窗口就往外泼，要么就一股脑的往河里倒。剩下的42%家中没厕所的，那就是跑到街头、灌木丛、河岸边解决。所以贫困窟充斥着垃圾腐坏、粪便发酵的酸臭味，苍蝇逐臭，老鼠食腐，蟑螂横行，人和动物以另一种方式和谐共生。第三点是缺乏生活资源，干净的水和食物是贫民很难获得的物资。他们在河流边建贫民窟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取水资源。
河水里不仅有垃圾，还有粪便。但是就像印度人习惯了恒河水一样，他们早已习以为常。至于吃的食物，他们会在河岸边种一些蔬菜瓜果自给自足，或者去市场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叶子、猪牛的内脏，煮成一大锅菜汤饭，一家人能吃好几天。因为没有冰箱储存，所以没放2天就变质了。他们还会继续硬着头皮吃，不能浪费。长期营养不良让平民面黄肌瘦，身材瘦弱矮小。平民的着装虽然不是衣衫褴褛，但也称不上精致干净，衣物洗得发白，还有洗不干净的污渍。在夏天，男性总是光着膀子，仿佛这样就能省点布料。他们衣服的来源有部分是来自国际援助，如果你有捐过旧衣服，那么很有可能在某天，你的 T 恤就出现在某个尼泊尔阿叔的身上。这样哪都不行的贫民窟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尼泊尔贫民窟形成的客观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薄弱的国民经济和贫瘠的土地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国家经济落后，无法为人民提供保障，贫富差距极大，财富都掌握在极少数的人手上，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性，平民难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土地，随时面临被赶走的局面，他们便到处占山为王，扩大了贫民窟的数量。最后就是尼泊尔国家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说难以作为，导致了贫民窟越来越多。在这些客观原因的影响下，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无力改变生活，于是随波逐流，意志沉沦，烂在了贫民窟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套到尼泊尔贫民窟里来有一定的道理。人的劣根性在恶劣极端的环境下会被放大，贫民们为了活下去无所不用其极，再加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之初性本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尼泊尔最出名的恶之花就是人口贩卖，尼泊尔的女人和小孩是人口贩卖活动的首要目标，他们几乎全都来自尼泊尔的贫民窟。给大家看一个恐怖可怕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在尼泊尔的75个地区中，共有30万以上的尼泊尔女性和儿童以各种方式被卖到印度，每年有5000至15000名新的人口被卖出去。这些被贩卖的人口中，有80%以上的女性被迫从事卖淫活动，9至30岁的女孩和妇女是卖得最好的，而处女更是抢手。因为印度有一种说法是，和幼女或者处女发生性关系可以治疗艾滋病和梅毒。这些年轻的女孩来到妓院的第2天就要开始与人发生性关系，为了搓平她们的棱角，让她们顺利入行，女孩们将会面临一场惨绝人寰的轮奸加殴打。这些被卖掉的女孩每天最多被迫为35个男人服务，13、14岁的女孩可能都服务过上百人。这些贫民窟女孩们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贩卖呢？被贩卖后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人口贩卖并不等同于卖淫，卖淫只是人口贩卖后的一个目的。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将人口贩卖进行过基础的定义，也就是将一个国家的人口进行非法和秘密的迁移。人口贩卖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将迫使他们进行非法劳动，例如非法的剥削劳务、性交易、贩卖器官等，从而获取低成本高回报的收益。人口贩卖的利润极其丰富，仅次于毒品贩卖。犯罪分子只要保证被拐来的人有一口饭吃着不死，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利用他们创造收益。在南亚的人口贩卖活动十分猖獗，除了尼泊尔之外，还有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犯罪链条错综复杂且成熟完善。尼泊尔的人口贩卖主要表现在男性被迫当苦力劳动，女性和儿童则是被迫陷入性交易。尼泊尔有8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其中常年住在贫民窟的人又占一大半。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贫民成为人口贩卖的首要群体。运气好一些的人会被卖到国内各个州县、郊区，男的就去务农、马戏团、砖厂制作砖头等等，
女的就会被卖到各个小旅馆、舞厅、按摩院等地方。仅仅在加德满都就有4万名贫困的女孩从事强迫卖淫活动。这些在国内被贩卖的人口还有机会回到家乡，但运气不好的人则会被卖到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终其一生再也无法回尼泊尔。客死他乡是常有的事情。一个贫民窟的13岁女孩如果被卖到了印度，她将面对的是极其恐怖的一生。瘦弱的女孩来到妓院后，她当天晚上就会被5、6个男人轮番照顾。她反抗得越猛烈，来的男人会越多，这叫入行仪式。女孩的第一次由这群男人中出价最高的获得。为了让这个钱更划算，他会对女孩无所不用其极，除了侵犯她，还会羞辱她、殴打她，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经过惨绝人寰的一晚后，第二天女孩就得开始挂牌接客，每天少则服务10来人，多的几十人都有。如果业绩不佳，还会遭到老鸨的殴打。为了防止女孩逃跑，她还会被关在笼子里。女孩要想生活好一些，那就只能无条件顺从，越乖巧越配合，受到的待遇就会好些。就这样工作几年之后，她不可避免地会患上艾滋病、梅毒等性病，皮肤溃烂，下体恶臭，哪怕是在床上都动不了了。也还会有一些瓢虫趴在她的身体上耕耘。妓院会将女孩的价值榨到最后，如果病死了，草席一卷就扔进恒河里，结束她痛苦而又短暂的一生。没有因为疾病死去的女孩也算不上幸运，常年在这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生活，丧失了淳朴的初心，变得性情大变。他们有的变得虚荣、自私、放纵，有的开始习惯于这种生活，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对着男人巧笑倩兮，出卖尊严。但谁又能指责他们什么呢？每个晚上挣来的微薄收入能让日子过得好些，这些钱甚至是贫民窟里家人的全部希望。于是他们在一天天、一年年中变得麻木不仁，像行尸走肉。在夜深人静里，他们或许会想，哪怕在贫民窟里衣衫褴褛，也好过在妓院里穿金戴银。他们还会憎恨那些将他们贩卖至此的人贩子，甚至会憎恨当年那个单纯无知的自己，错信他人而被拐卖到这里。那人贩子们是如何将这些女孩成功拐到手的？除了以暴力手段强制性绑架之外，要想拐卖一个尼泊尔贫民窟女孩，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直击他们的痛点就好。尼泊尔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女性地位很低，这意味着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家庭环境和职责限制，男女地位极度不平等。她们获得知识、技能、资源、权利的机会很少。就比如尼泊尔成年女性中只有32%识字，男性却有67%，而且尼泊尔的女性没有继承权，婚姻自主权也很少有，基本上由父母安排。在贫民窟中的女孩从5岁就开始帮助母亲承担家务活。贫民窟极端贫困的状况让贫民们都心怀发财梦，他们有没有价值取决于能不能帮家里赚钱，所以很多女孩迫切地希望得到家人的肯定，或者能够离开家里独立自主。那么一份能赚钱的工作尤为重要，这就是人贩子们打的一个痛点。生活在尼泊尔某个村庄贫民窟的女孩巴比塔，为了生计到处奔波。她在一个小镇集市卖柴火的时候，碰到一个和善的妇女，不仅买了她的柴火，还心疼她做收益这么低的工作。巴比塔被妇女的善意感动了，和妇女谈天说地，倾吐着自己的艰辛。妇女温柔地安慰她。在之后几天，妇女都会来光顾巴比塔的生意，逐渐获得了巴比塔的信任。妇女劝说巴比塔和她一起去尼泊尔边境小镇比尔冈吉，她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巴比塔，赚的比卖柴火还多。巴比塔从没有去过比尔冈吉，但是对高薪工作很是渴望，也相信那个妇女，于是就跟随妇女去到了比尔冈吉小镇。然而到了比尔冈吉小镇没多久，他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妇女，她被装车卖到了印度孟买的某家妓院。天真的巴比塔不知道的是，比尔冈吉作为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地，公民不需要出示签证就可以跨越边界。
所以这里也是著名的人口贩卖中转站。拥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一名叫塔拉的女孩。相比巴比塔，塔拉陷入拐卖陷阱更是防不胜防。塔拉12岁的时候，经过中间人介绍，从贫民窟被带到了加德满都的某个地毯厂工作。虽然工资不多，但好歹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也渐渐和地毯厂的人熟悉起来。工作了3年之后，15岁的塔拉出落得亭亭玉立，勤劳能干的他得到了地毯厂领导哈利夫妇的赏识。哈利说可以为他再介绍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那就是让塔拉陪着自己的妻子去赫托达市，去那里帮忙收集羊毛，用于织布。这个报酬会比在地毯厂更高。塔拉当即同意了，跟着哈利的妻子一起出远门，似乎没什么要担心的。经过了很久的旅程，塔拉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印度孟买，哈利妻子也没了踪影。他才发现自己被卖到了一家妓院，老板买他花了4万卢比，折合人民币3400元左右。认识了几年的熟人下手，让塔拉防不胜防。再加上旅途中他对同是女性的哈利妻子不设防，哪怕路线越走越偏越奇怪，他也放松了警惕。其实塔拉不知道的是，这是他第2次被卖掉。塔拉第1次被卖掉是12岁时被卖到了地毯厂，中间人花了几万卢比将他从父母手上买走，带到了地毯厂做廉价劳动力。塔拉的工资是正规地毯厂工资的1/10，这是一级贩卖，被用于劳动力剥削。尼泊尔的地毯厂是性交易者重要的招募中心，等到女孩们长大一些，性发育了，具备2级贩卖的条件了，他们就会被地毯厂的领导以介绍工作为由卖到印度的妓院去。这样的2级贩卖的链条在尼泊尔非常常见。从这2个例子也能看出来，承诺提供就业机会是尼泊尔迄今为止最常见的贩卖手段。因为贫民窟的人太穷了，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赚钱养家。人贩子们打这个痛点，基本上一打一个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痛点，也让女孩们被拿捏得死死的，那就是虚假的婚姻。在传统的尼泊尔文化中，最常见的婚姻形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贫民窟更是如此。在父母的安排下，贫民窟女孩会嫁给一个没见过几面的男人，还有可能会嫁给一个老头。在婚礼结束后，新郎可以带新娘回家。另一种比较叛逆的婚姻形式就是自由婚姻，这种婚姻偷感十足，基本上得不到双方父母的祝福，于是女孩会跟着男人私奔，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回家接受父母不得已的祝福。无论是哪种形式，女性都是被安排、被做主的一方，而且很容易被人贩子钻空子。一些人贩子会塑造出一些好的人设，通过一些中间人结识女孩一家，再向女孩父母求亲。这些中间人很有可能是女孩的亲戚、姑姑、叔叔、表哥、表姐等等。这些亲戚会加入拉皮条的阵营，各种夸赞新郎的好，让女孩赶紧嫁了。卑微懦弱没有主见的女孩们只能同意。在进行所谓的婚礼后，新郎就会带走女孩，但不是带回自己家做老婆，而是直接送上前往印度妓院的车。那些不愿接受父母安排的女孩也很容易被人贩子盯上，人贩子会千方百计接近女孩，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些好处诱惑女孩，让他们觉得与其嫁给父母安排的老头，不如嫁给他们。况且他们温柔体贴，还承诺给自己好的生活。贫民窟女孩兰珠就是一个例子。兰珠之所以认识这个皮条客，是因为这个皮条客还认识兰珠所在的贫民窟的一些男人，有村里人作保，为皮条客保驾护航。村里男人说皮条客是一个军人，他的身份得到了村里的认可。经过介绍，皮条客获得了接近兰珠的机会，他使尽浑身解数赢取兰珠芳心。他沉溺在皮条客的温柔乡之中，皮条客向兰珠保证会娶她，带她过好的生活。兰珠答应了他的求婚，尽管父母不同意，但他还是偷偷跟随他回老家，想着结婚后再回来求得父母祝福。没想到兰珠再也回不去了。皮条客将兰珠带到了孟买，
在一个小酒馆安顿她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久之后，一群壮汉来到酒馆，将蓝珠绑去了妓院。她想嫁给军人，过上好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如果说通过就业、婚姻欺骗女孩还算是比较含蓄的，你会不会很吃惊？因为这属于拐着弯子拐卖，人贩子还会去花心思、花成本去取信被拐者。还有一种方式更加简单粗暴，那就是通过暴力的手段直接绑架。阿什米塔住在尼泊尔南部靠近印度边境的贫民窟里，他的工作是帮助牧民放牛。那天他在距离村子几公里远的森林里放牛，一群男人过来捂住了他的嘴，尽管他死命挣扎，但还是无济于事。他被捂晕不省人事，等到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火车上了，双手双脚被绑着。他想反抗，却遭到了他们的殴打，他的脸都被打肿了，于是只能不再挣扎，唯唯诺诺地问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去。但男人们并不回答，只给阿什米塔喂了一些药水，让他又失去知觉。最后带到了印度边境小镇雷克索尔，卖到了妓院去。到了妓院的女孩们被迫参与性交易，变态有病的客人特别多，他们不是一身伤痕就是一身性病，要想逃跑又是一顿毒打。很多女孩在这种搓磨下早早离世，能够成功逃跑的女孩非常少，但她们都同样拥有坚韧的心性。前面提到的巴比塔、塔拉、兰珠、阿什米塔都做到了，他们要么通过逃跑回家，要么通过他人帮助被赎出来。可惜回到家乡的他们还要遭受村里人的歧视，认为他们是肮脏的、放荡的，他们也只能离开家乡到别处去生活。但是身上的伤痛和内心的荒芜将一辈子跟随他们。有同样经历的女孩非常多，天真无邪和缺乏危机意识让他们落入陷阱。这当然并不怪他们，怪的是贫民窟的社会现状。贫民窟贫穷、落后，男女不平等，婚姻无自主权，他们迫切渴望有一个赚钱发财的机会和幸福婚姻的机会，这就让人贩子更好地实施犯罪手段。再加上在尼泊尔形成的人口贩卖链条复杂多样，村里人、亲戚、皮条客、边境组织、卖淫组织环环相扣。开放的边境和通往印度便捷的道路，尼泊尔、印度两不管的灰色法律空子，更让尼泊尔人口贩卖事业蓬勃发展。看到这里，男性观众们是不是有些庆幸？人口贩卖多是贩卖女性，还好自己是男的。是啊，尼泊尔的男人们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他们沦入的又是另外一种地狱，那就是劳动剥削和器官贩卖。一般来说，劳动剥削通常发生在4个领域，即农业、家政业、服务业、建筑制造业。尼泊尔的男性从孩童时期就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劳动工作，他们很早就要承担起养家的重责，基本上5岁开始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根据数据显示，尼泊尔大概有26万名5至14岁的童工，80%来自尼泊尔农村地区和贫民窟。这些童工长大后，女性可能会被卖去娱乐场所，如妓院；男性则是在永远干不到头的工作里艰难地熬着。他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雇佣方每天可能只会给他们提供2顿饭。40%的人每月工资不足3000卢比，折合人民币159元，也就是你吃一顿火锅的钱，等于尼泊尔男人干1个月苦力的工资。剩下60%的人工资稍微多一些，但最多也不会超过1万卢比，也就是人民币530元，这样还不如你脚上的一只球鞋。如果每月工资有1万卢比，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苦力们不仅不会有怨言，还会感恩戴德地给那些周扒皮老板舔鞋。工资能上1万卢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业中，他们有的是铁匠，有的是采矿工，还有的是搬砖工。在尼泊尔的砖厂中有52%的男性。制砖搬砖虽然很苦很累，每天都要在太阳底下暴晒，但也称得上是体面的工作了。这份工作带来的除了高薪，还有就是疾病。砖厂中大量的烟尘让工人们很容易患上呼吸系统和皮肤的疾病，但老板给的指示是只要干不死，
就往死里干。他们只能顶着病痛在砖厂中挥汗如雨。这些有工作的人算是运气好，而那些没有工作的贫民窟贫民，他们又靠什么维持生计呢？长期的贫穷已经消磨了人的意志，有一些人不会想去辛勤的劳动，要么就认命摆烂，苦哈哈的过日子，要么就成天幻想能够坐享其成，天上掉馅饼。另外一些人则是急切的想要工作，往往很容易掉入陷阱。人贩子会给他们提供2个方案，一是卖人，穷人一般都会多生孩子，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未来的劳动力。一个贫民窟好吃懒做的男人，每天啥事不干，到了晚上就和老婆努力造人，生得越多越好。生女儿就卖给中间人，做女工也好，嫁人也好，中间人都会给他一笔钱。生男孩就让他打童工去。第2个方案就是卖器官。尼泊尔的器官贩卖非常有名，但是这个名是声名狼藉的名。在加德满都以东约50公里处，有一个名为霍克斯的村庄。这个村庄被称为肾村，村子不大，人口不多。在近1000名村民之中，有约300人曾经出售过自己的肾脏，售价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价格最低时200美元，折合人民币1400元就可以买一个肾。除了霍克斯这个肾村之外，还有一个名叫贾姆迪的村庄，也是著名的肾村。这个村子坐落在尼泊尔中部的卡夫雷区肾谷里。没错，肾谷，顾名思义，这片谷地的所有村庄都有卖肾的经历，每家每户都至少有1人是卖过肾脏的。卖肾的多为男性。住在尼泊尔中部城市贫民窟的桑托什就是其中一员。19岁的他家中有4个姐妹和1个母亲，父亲早逝，他不得不养活家里6张嘴，所以当有2个男人来到他的家，要给他在印度新德里提供工作时，他非常高兴，于是他就被装上了车，经过几周的旅途颠簸，来到了加尔各答的一家医院。他们对桑托什说，入职之前要进行体检，需要抽血。桑托什乖乖躺上病床，被医生注射了1针后就彻底昏了过去。再醒来，他的腰部剧烈疼痛，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缝着扭曲的线。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肾脏被取了。人贩子丢给桑托什4500美元，约人民币32000余元。他拿钱买了些药之后就被送回了尼泊尔。可惜这3万块并不能帮到桑托什多少，他因为粗暴的取肾手术卧床了几个星期，花费了不少药钱。没过多久，这笔卖肾钱就被他和家人花完了。桑托什又陷入了贫困的境地。19岁的他不再是健康的年轻人，他再也无法干体力活，一弯腰就会剧烈疼痛。现在只能在一家小茶馆打工，每天收入2美元，也就是一杯珍珠奶茶的钱。不少肾村肾谷被取过肾的人，健康状况都极差，生活质量也直线下降，容易生病，虚弱无力，腰上长长的疤嘲笑着他们愚蠢的天真。像桑托什这样的算是幸运的，还能拿钱回家。运气不好的人，在取肾后没多久就死亡了，没人负责也没人关心。在肾谷里有相同经历的人很多，舒达塔的叔叔就是如此。舒达塔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叔叔把肾脏卖掉了，那个时候只卖了300美元，只够家里开销几年。之后他们又沦为了贫穷。舒达塔的父亲还得照顾取肾后病弱的弟弟，现在舒达塔的哥哥长大了要娶媳妇，姐姐要出嫁，父亲也动起了卖肾的念头。舒达塔看到叔叔和村里卖肾人这些年来被折磨的惨状，哭求父亲不要卖肾。一家人抱头痛哭很久之后，父亲才同意不卖肾。舒达塔深知一切苦痛都来自无知和贫穷，他很想国家能为他们提供教育、就业的机会，这样村子里以后再也没人卖肾了。多年来，贫困和绝望驱使许多贫民窟贫民向印度的器官黑市贩子出售自己的器官。他们要么像女性被拐卖一样，追求高薪工作机会却被骗，要么就是揭不开锅，不得不通过卖肾来致富。除了男人卖肾之外，尼泊尔的女人还会卖皮，不少被卖到印度妓院的性工作者都有同样的经历。
那就是遇到了爱剥皮的客人。客人在他们身上宣泄完欲望之后，会为他们一些药水使其昏迷，然后就将他们背部、腿部、头皮生刮一块下来。当这些性工作者醒来后，只当自己遇见了变态的客人，好在客人会多给点钱，他们只能默默承受。而在红灯区混迹多年、经验丰富的女人知道，这是另外一种器官贩卖的形式。而印度的妓院背后则是人皮厂，被剥皮的妓女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害怕被报复不敢声张。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尼泊尔贫民窟女人会主动偷渡去印度卖皮，因为像身份证大小的皮能够卖1万卢比，等于家中男人干1个月苦力的工资了。经过层层中间商的转卖，到富人手上可能就卖几10万一张了。富人们对人皮趋之若鹜，因为这些真人皮肤经过加工处理后，可用于治疗烫伤、植发、丰胸丰唇、阴茎增大等手术。富人们倒是可以变美了，但穷人们身上却是一块又一块的疤痕。无论男女老少，都逃不掉尼泊尔贫民窟水深火热的生活。外出的人很惨，被卖、被打、被胁迫犯罪，留下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贫穷百事哀，营养不良的童工做着高压的工作，得不到广受教育的机会。悲惨的妻子遭受丈夫不公的对待，得不到男女平等的机会。无奈的成年人被榨干最后的价值，得不到合理就业的机会。作为尼泊尔的邻国中国，早在2014年，中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如果放任下去，中国也会出现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滋生罪恶与黑暗。为什么中国要打脱贫攻坚战？因为穷是原罪，不摆脱国家贫困，无论是立法也好，接受他国援助也好，没有经济保障，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镜花水月。所以尼泊尔应该在国家层面制定出良好的战略计划，以消除极端贫困，并为贫民提供可行的生计选择，而不是让他们走投无路的去卖人、卖器官。食物衣物的短缺、住所缺乏、教育的缺失、健康状况的差劣，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要想发展经济，尼泊尔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制定一系列战略。例如，尼泊尔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喜马拉雅山脉的奇景和神秘古老的寺庙都是吸引国际游客前来的优势。在旅游城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和住宿，还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障游客人身安全，这样才能提升游客的体验，让世界各地的游客源源不断来到尼泊尔，增加旅游收入。既然尼泊尔是农业国家，那更少不了大力发展农业，可以引进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设备，必要时可以请求国际组织的帮助，请专家来指导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让人民先吃饱饭。除此之外，还可以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例如发展水电项目，满足国内的用电需求。尼泊尔虽然只有中国1个省的人口数量，但是无业人员比较多，要把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利用起来，吸引外资来尼泊尔建立工厂，这样经济能够发展，人民也能有就业机会。对于国际和民间组织的人道援助，尼泊尔政府也要将钱和物资用在刀刃上，避免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现象发生。当国家有了一些收入后，可以逐步解决国内贫民窟的问题。首先改善贫民窟的居住环境，不仅要改善贫民窟的环境卫生，还要提升基础设施和供水供电，再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房，激励他们为了住房而去劳动，同时由政府牵头去开设工厂和学校，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机会。为儿童提供教育机会尤为重要，提高全民素质从娃娃抓起。除此之外，对于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更要注意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和法律保护。对于那些犯罪活动和链条，尼泊尔可以联合国际组织和各国力量，联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将恶之花通通都掐死在摇篮里，进一步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安全。可这一套做下来，尼泊尔又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成效呢？这谁也不知道。
经济也许是努力之后就会有成效，但是对于贫民的移风易俗却不是那么容易。贫民窟中贫民素养水平也亟待解决。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心性早已被艰辛的生活磨平，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他们，好一点的后果就是麻木不仁、游手好闲，每天就坐在家里做着发财梦，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人却懒得行动起来，还美其名曰穷有穷的活法。一般的后果就是为了生计出卖肉体和器官，总想着赚快钱，但又天真无知，容易掉进陷阱。这类人可怜又可悲，最坏的后果就是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坏事做尽。明明自己也是出身贫民窟，本应该和乡里乡亲互帮互助，但却将罪恶的手伸向了相信自己的人。如何整顿贫民窟的风气，让贫民们都能够抛却好吃懒做、违法犯罪的歪风邪气，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赚钱，这反而是很难的路。人的劣根性在极端环境下被无限放大，就算从教育抓起，也至少要2代人的时间才能有较大的成效。但现在正在贫民窟苦苦挣扎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尼泊尔的贫民窟里的人该如何自救？我们想听听你的观点，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我们一起聊聊。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